新娘到男闺蜜家过夜，第二天回家，满屋亲戚等她签离婚协议。丈夫怒不可遏，你想好，要是今天走出了这个道门，就别回来了。哎呀，你别小气，我们还有一辈子可以亲热，可我不能不管家乐呀。一夜过后，新娘回到家，看着家里坐满了沙发的人，惊呆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大学的时候，徐小燕是我的女神，而我只是一个爱而不得的舔狗。作为细化，她身边男孩子实在太多，那个拥挤的世界，我从未挤进去过。我只能默默看着她和男友甜甜蜜蜜，只有羡慕的份，就算表白都没有勇气。徐小燕的男友名叫彭家乐，是个学校的风云人物，他是篮球队队长，又会组乐队弹吉他。这样的男生在大学绝不缺女友，他们在同学们当中是金童玉女一样般配的存在。而我又能算得了什么呢？大学4年之后，同学们分道扬镳，徐小燕和彭家乐也迎来了毕业即分手的结局。原因很简单，彭家乐这小子文艺体育样样精通，但是学习成绩不行，挂科太多，导致没了学位证。这样一来，大学4年算是白读了。他郁郁寡欢，只能进了一家工厂，租房子混日子。于是，徐小燕在父母的压力之下，只好和这个不成器的男人分了手。据说分手之际，两人抱头痛哭，以后我们不做情侣，还能不能做朋友？当然能，你这辈子都是我的男闺蜜，将来我嫁人的时候，可是要当娘家人送嫁的。得知他俩分了，最开心的还是我。而正当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要争取徐小燕时，迎来了一个更好的消息，徐小燕居然在我家的公司应聘成功，成为了我的员工。忘了说，我是一名富二代，以前上大学时一直很低调，于是从不对外公布这一点。然而，当真正走向社会，我和彭家乐像是兑换了一种身份，没钱没势的他无人问津，我倒是成了抢手货。徐小燕自然也发现了，公司的总经理是我，那时还没毕业就入职的，比他早了半年多。再一打听，他得知将来这家公司都会是我的，这下他坐不住了。没等我主动出击，徐小燕自己就贴了上来。在一次处心积虑的醉酒之后，我们俩爬上了同一张床。那些在年少的梦里出现过千百次的场景，照进了现实。周总，现在我是你女朋友了吗？第二天醒来，徐小燕迫不及待地向我确认心意，她脸上满是期待和兴奋，要溢出来了。当然，我不是那种不负责任的男人，既然我们彼此喜欢，那么肯定要有一个确切的身份，我们就这样恋爱了。我假装不知道他的所有过去，直到那天，他把彭家乐带到了我的面前。老公，她是我男闺蜜，以前大学时候关系很好，算是我娘家人哦。看来这两人都不打算告诉我他们的过去，而我也顺势装傻，笑呵呵的和彭家乐握手。久仰久仰，你们既然是闺蜜，以前你一定很照顾我家徐小燕吧？我的友好没有换来尊敬，慢慢的我发现，彭家乐似乎在把我当成傻子和冤大头。首先是我们约会，只要去高端一点的场合，他都要来横插一脚，美其名曰帮徐小燕考察男朋友对她是否用心。无论是高档自助餐，还是米其林日料，甚至是温泉别墅，他都会不请自来。当然，这些都是我买单。此外，徐小燕还试探过能否让彭家乐来我的公司上班，甚至看上了部门经理的位置。你爱不爱我？爱我的话，为什么不能帮我男闺蜜一个小忙？
你不觉得这有些越界了吗？我的公司虽然赚钱，可也不是做慈善的。我难得的发了脾气，打断了这俩人无边际的幻想。兴许是彭家乐觉得没有面子，当即脸色铁青，拂袖而去。有几个臭钱了不起啊？想当年，老子要什么妞没有？真是世风日下。徐小燕看着远走的男闺蜜，劝也不是，不劝也不是，左右为难的快要哭了。你最好弄清楚，现在谁是你男朋友？要是你有了别的想法，记得告诉我。我也毫不客气地阐明自己的立场，这招很管用。徐小燕纵使再傻，这点利害关系她还是能分清的。那时的我并不知道，这俩人已经背着我开始了新一轮的眉来眼去。彭家乐甚至恬不知耻地和徐小燕说，愿意与我一起分享他。无论如何，在我对这一切毫不知情的情况下，我们开始谈婚论嫁。徐小燕的娘家趁着她得嫁高门，来了个狮子大开口，彩礼68万8，房子加名，家里所有晚辈都要发红包，还要给徐小燕的弟弟安排工作。定亲宴上，我调集了所有涵养来应付这贪得无厌的一家子，已经身心俱疲。无论如何，我还是爱徐小燕的。这一切就当是渡劫，毕竟有付出才有收获。终于等到了婚礼当天，新娘光彩照人，看得我目不转睛，内心的喜悦让我无比兴奋。终于，婚宴圆满结束，闹洞房的人也走了，整个新房里只剩下我们一对新人。回想认识徐小燕这些年的点点滴滴，我百感交集。今天我终于给出年少懵懂的爱情一个交代。我缓缓脱下新娘的礼服，这一刻对我的意义不言而喻。就在这时，新娘的手机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。喂，什么？生重病？我现在就来，等我呀。徐小燕对着电话说了2句，却脸色突变。她放下电话，匆匆换上衣服就要出门。家乐发高烧，正在家里说胡话呢，我得送他去医院。你知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什么？我们今天新婚洞房啊，你这么跑了算怎么回事？听到家乐2个字，我血气上涌，这小子怎么还是阴魂不散？你今天要是出去，以后就不用回来了。我说到做到，我冲着新娘的背影怒吼了一声。可是徐小燕还是头也不回地跑了，甚至没有回头交代一句。我心里很清楚，我们俩彻底完了，这的确触碰到了我的底线。那天夜里，我在家里思来想去待不住，只好找到了一群好哥们聊天诉苦。想想自己的新婚夜居然要在酒精中度过，谁知一个开酒店的好朋友看我这个状况，欲言又止。老兄，不瞒你说，有些事我早就想告诉你了。你这老婆不是个安分的人。这个朋友曾给过我一张酒店的 VIP 卡，他说早我结婚之前，徐小燕就带着一名男子多次前来开房，还刷我的信用卡在温泉 SPA 高消费，开几万元一瓶的红酒。一瞬间我彻底傻了眼，原来这些年他们一直背着我在偷偷苟合。看来这新婚夜送温暖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，我会让他后悔的。徐小燕一夜未归，第2天大清早蹑手蹑脚地回来了。她以为我还在睡，或者我在等她。我转身回了家，天快亮时一个电话把徐小燕的娘家人全叫了过来。可一进门，看着屋内的一幕，她一瞬间惊呆了。爸妈、弟弟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还有舅舅舅妈、叔叔婶婶，你们今天怎么有空啊？他本想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，没敢看我的眼睛，而7大姑8大姨全都不敢出声。你这是犯的哪门子贱？倒是徐小燕的父亲打破了僵局，
他狠狠一巴掌甩在女儿的脸上。你们都知道了，这么点事，至于吗？徐小燕倒委屈上了，她跪倒在地，哭得梨花带雨。至于吗？这3个字再次惹怒了在场的各位。怎么不至于？新婚夜撇下新郎官去照顾别的男人，亏你想得出来！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。徐小燕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她急着辩解，想把自己摘出来。是我男闺蜜，他恶作剧了，就装病让我过去，然后又说是另类闹洞房，不到天亮不让我回来。话没说完，他父亲已经准备好第2个耳光，他吓得闭了嘴。此时说什么已经不重要了。你们不相信我，我老公肯定相信我，他最大度了。我们夫妻俩的事情，你们少插嘴。眼看得不到娘家人的人和支持，徐小燕又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。她祈求地看着我，盼着我能替她说句好话。老公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反正我们要过一辈子的，有的是时间亲热。洞房花烛夜，咱们今晚补一个。她拉着我的手摇啊摇，希望我能原谅她。可是我不敢想，昨天一夜，在我们的洞房花烛夜，他究竟和彭家乐干了什么？一想就无比恶心。经过朋友们的分析，他们2个人需要的都是我的钱，而在我看不见的角落，在我不知道的时间，他们早已成了一对野鸳鸯，既忘不了自己的初恋男友，又想要过上好日子。他们俩真是不要脸到了极点，又当又立的典范。然而之前我还被蒙在鼓里。在酒店时，有人听到他们甚至商量，愿意让这样的关系长长久久地维持下去，哪怕是婚后，也不会因为哪一纸婚书而阻挡真实的感情。在他们的口中，我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冤大头，甚至沾沾自喜，与自己的杀猪盘做得天衣无缝。我出手阔绰，给徐小燕买包、买名表。他也经常向我索要礼物，实际上这里面很多东西都被他贱卖，用来养情人，甚至为彭家乐还赌债。其实你们才应该是一对，要不是父母反对，你也不会舍得分手吧？我道出原委。一直装傻的徐小燕愣住了，她没想到我知道这一切的来龙去脉。既然你那么放不下他，那么我放你自由，反正你父母为了彩礼，要求先办婚礼再领证，在法律上我们还不是夫妻。我冷静地拿出一份协议书，上面写清楚，彩礼退回，其他红包就当是我送出的礼物，可以算了。到手的鸭子飞了，在场的娘家亲戚面如死灰，但他们也知道是自家的女儿不守规矩在先，这没什么好说的。你真的不要我了？我爸妈会打死我的。我弟弟的工作怎么办？徐小燕这次真的慌了，她万万没想到事情最终会闹到这步田地。姐，你可别拿我说事，我丢不起这个人。徐小燕弟弟高中毕业，还没过叛逆期，他也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，骂骂咧咧，没脸再待下去了。我给过你机会，你撒谎，把我当傻子，这下好了，你可以尽情和自己真正喜欢的人在一起了，还哭什么呢？再闹下去，大家脸上都不好看。徐小燕的弟弟干脆利落地替姐姐签下协议，然后拖着她的双手，把她拖出了我家。我知道，回家后绝没有徐小燕的好果子吃，犯下这样的错误，她这辈子恐怕都要被亲戚指指点点。但是自作孽，这一切又能怪谁呢？其实一直以来，娶她或许是我内心的一种执念。等到真相无情地被拨开，我的梦真的该醒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